第二天天没亮，我开着小渔船带着他出了海。我没去常去的网腔去，而是往东南方向开了整整2个钟头，开到了村里老一辈说那地方下不得的鬼门沟，海底有一道断崖，深处足足70米，洋流又急。老人说那底下海说是最野的，可也是最难捞的。船一停，他就在船舷边来回闻风，下一秒直接下了水。我盯着海面，1分钟、2分钟、5分钟，第8分钟水面冒泡，他上来了，怀里还抱着冻狗，一颗大的像我手掌，壳色深绿带紫，这玩意儿市价800一颗起步。他把鲍鱼往甲板上一盖，咕噜一声又扎了下去。那一天他来来回回扎了20多次。我船舱里堆了极品野生鲍鱼12颗，海胆8只，野生海参5条，还有一只赤红色足有小背长的虾蛟。孩子，咋办啊？我那2万斤鱼苗全在底下呀！溶氧一路往下掉，已经低过安全线，再这么下去，网舱里的鱼撑不了多久。林海，你说咋办？你说咋办？我那一池子的青蟹呀！增氧来不及，换水也没处换，可全村1年的指望不能就这么烂在网箱里。大水，回来，这水危险！债主不详，老周砸门，必待骂劫。谁啊？水獭。借着灯光，我看清了他手上的东西，竟然是条野生大黄鱼，至少5斤。咕噜，这鱼给恁嘞。这条疤痕难道是……记忆哗的一下被这道桩拽回了半个月前。那天我下海查网舱，在礁石缝里看见一团黑影，是一只巨型水獭，被废网缠住了。他快没气了，看见我还往后缩。我拔下面罩凑给他，割开尼龙线，浮上水面敷完药，他一头扎进海里没影了。也是从年起，我的日子开始往下崩。3天前，就是这场台风白露，把我承包在东郊海域那16口鲍鱼网箱，连同300斤大黄鱼苗，一夜之间撕得连根毛都没剩下。不仅未婚妻走了，就连老宅都要被拿去顶债。所有人都笃定我林海这辈子翻不了身。可现在，这小家伙竟顶着14级的台风，把一条价值上万的大黄鱼推到我脚边。是你，兄弟啊，你跑这么远，图啥呀？那一瞬间，我手心里全是他后背那道纱的温度。我笑了，刚想把他和那条大黄鱼一起请进屋。林海，老子知道你龟孙在家，开门！再不开门，老子叫人来抬你这破房。这老宅折价5万顶债，剩下3万你给老子分期还。他听出来了，这不是好东西。不要3把东西！别出声，蹲堂屋里。周叔，再宽我3天。3天？山海，你知道你爹活着时我给他垫过多少？我还能信你？承包海域买苗，告保育网箱，全村劝你别冒进。现在好了，台风一来，我去，这是野生大黄鱼！孩子，叔刚才话说重了，这鱼先抵叔的8万咋样？叔给你打条子。哎呦，我操！林海，你家咋有这玩意儿？周叔，这鱼是他的。3天内8万外币钞票我送上门。今晚谁敢动这屋里一根毛，你掂量掂量。3天多1天，老子带全村来抬你的房。兄弟，谢了啊！压了3天的大石头，终于松开一丝缝。这片海差点把我吞了，可从今晚起，我得自己说了算。林海先生在吗？我是镇上福满楼的赵老板派来的人，听说您今晚府上有条好鱼。消息传得也太快了。林先生，叨扰了。我们赵老板听说您今晚收了条野生大黄鱼，特意让我连夜跑一趟，价钱好商量。福马楼是镇上最大的海鲜酒楼，台风没停就连夜上门，消息肯定传出去了。孙采购，鱼是有一条，不过这鱼啊，明天一早我自己拉到镇上海鲜市场过秤，多少钱市场说了算。2道贩子能给几个钱？
我们赵老板出实打实的现金，我给您开28000。我没吭声，水塔挪到我脚边，悠悠地盯着他。32000，林先生，您别犹豫，这价格全镇没人出得起。孙采购，雨大，您先回。明儿一早我亲自上市场，要是没人接得住，我再考虑赵老板的好意。林先生别后悔。我关上门，背靠门板，长长出了一口气。兄弟，你今晚带回来的不光是一条鱼，是一窝马蜂啊！第二天天蒙蒙亮，我裹好大黄鱼，骑上破3轮就往镇上奔。哟，野生的5斤6两往上，35000我全要，40000，42000，45000，45000。哎呀，他真是！各位老板，鱼鳃还红着，眼珠子清亮，今早活的。48000，我现在就结账。成交。48000，起码老宅保住了，今晚能睡个安稳觉。光卖鱼卖不过一辈子，我得把这片海让全网都看见。兄弟，走，咱下海。这只锦绣龙虾少说3斤往上，活的，钳子还在咔咔的夹。弹幕唰的一下炸了，市价8000一斤，水獭成精，刷的我屏幕都看不清，我自己也懵。这种货色，我跑遍这片海，1年也碰不上一只。好兄弟，你这是要让我哥几代翻身啊！家人们，这只虾品相我打包票，今天直播间预售，底价2800一斤，谁拍走是谁的福气。所有成交款，明天到账就先还债，绝不糊弄。啊！老天爷，这是要让我活了！汇完预售款，我回到村口，天已经黑了。孩子，你那水獭是受保护动物嘞，拿它直播，于正知道不？我没回头，心里清楚，这小子是真敢去举报。兄弟，明天开始，咱得正大光明。他要是自愿认你，能走友好共处试点报备，明早我打招呼，你备好伤疤照片和监控。我们是海洋科研所的，听说你这里有野生水獭，这是考察单，请配合我们带它回基地检查。领导，南海退役安保人员林海请求陈述情况，3分钟，您看行不行？说，领导，您看这道疤，半个月前我发现它被废弃的尼龙刺网死死缠住，勒得发紫。当时它在水下挣扎了2个小时，再晚半个钟头就死了。领导，我没主动饲养它，我把它伤口包扎完就放回海里了。半个月里，我一面都没见过。可前天台风夜，它自己游回来，敲我家的门，它怀里抱着一条野生大黄鱼，推到我脚下。它是来报恩的。林海同志，你说的我都听到了，但按规定，领导，我知道按规定它该回海里，可它现在的状态，您看。兄弟，给领导帮个忙，把岸边那张破网给我拽过来。林海，鉴于他确属自愿回归，且表现出极强的协作能力，协会评估通过，这是生态保护观察员证书，3个月观察期，好好干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小伙子，好好干。这只水獭是这片海给你的礼物，明白？直播间的弹幕全是祝贺。那天晚上，预售冲破了2000单。我从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收到过这么多陌生人的善意。兄弟，明天发货，咱可不能让人家等急了。孩子，你这是要起飞啊！
明儿一早我亲自押船给你送码头。好，林老板，俺也去码头等你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这就起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就背着鲍鱼往码头赶了。开干！孩子，开船！坏了，孩子，螺旋桨卡堵了。螺旋桨卡死，这一船2000多单，今天上不了冷链，明天就发不到。客户一退款，平台一扣罚，我攒的口碑直接归零。更要命的是，今天我直播间有上万人盯着发货实况。哟，发不出去了，孩子，要不哥几个帮你把鱼倒了喂猫？林哥，备用船有吗？全镇的船都被赵老板包了，咱们这是最后一艘。赵老板那边又是赵老板。家人们，先别急，咱想办法。孩子，今天浪有点大，水下能见度太低，我这把老骨头不敢下。兄弟，不行，水下啥情况都不知道，万一是钢丝绳缠的，万一……孩子，要不算了，我赔点违约金。等，他能行。这不是自然飘过来的，这是有人故意沉在咱们码头水底下的。家人们，作证。这是腰子地龙，缺8辈子德的玩意儿。开船！兄弟，今天又是你救了我。那天下午，我把地龙和相关物件全都整理好了。到了晚上，这件事在镇上传得越来越开。第二天上午，第2批订单又下来了。我刚把订单打印出来，外面就来车了。赵老板，您来了，您来了！这位就是林海，那只水獭就在屋里。林海，100万，这水獭我带走。林老弟，识时务的人最受欢迎。这玩意儿放你这儿是糟蹋了。我3个分店，门口立个大水箱，水獭往里一放，每天客流翻3番。养着呢？养着？还能吃了它？我赵某人是做生意的，又不是没文化，住水箱里。那不然呢？难不成给他修个海？赵老板，你这钱我不要。林海，你想清楚，100万现金，我现在就让秘书去取。想清楚了，他不是货，他是我合伙人，1000万我也不卖。林海，沿海这一圈做海鲜生意的，得罪我赵某人，没几个能活到下一个台风季。你那点货要冰对吧？要泡沫箱对吧？要冷链车对吧？从明天开始，全镇制冰厂、泡沫厂、冷链货车，你要是能借出1斤冰、1支箱、1台车，我赵某人这赵字倒过来写。赵老板，等等我！孩子，100万啊！妈，他救过我命，他救过我们家。我转头看手机，线上看着的人已经多得吓人，可我心里清楚，赵老板那不是吓唬。冰库里还堆着3000多斤海货，没冰，最多撑到明早6点。我给镇上的制冰厂打电话，响了2声就被掐了。我蹲在冰库门口，听着压缩机撑着最后一口气。库里那点存冰，最多撑12个钟头。3000多斤海货一旦化了，全得喂海鸥。赵老板想断我物流，逼我贱卖，那我就不走他的物流。我连夜在手机上找新的冷葫芦子，又把能绕开的运输口子全翻了一遍。
市里有家做小两两航空冷藏的，不归赵老板管，运费贵，但只要货够硬，散客肯掏。可问题也明摆着，普通的货撑不起这个价。兄弟，明天能不能再麻烦你一回？第二天天没亮，我开着小渔船带着他出了海。我没去常去的网腔去，而是往东南方向开了整整2个钟头，开到了村里老一辈说那地方下不得的鬼门沟，海底有一道断崖，深处足足70米，洋流又急。老人说那底下海说是最野的，可也是最难捞的。船一停，他就在船舷边来回闻风，下一秒直接下了水。我盯着海面，1分钟、2分钟、5分钟，第8分钟水面冒泡，他上来了，怀里还抱着冻狗，一颗大的像我手掌，壳色深绿带紫，这玩意儿市价800一颗起步。他把鲍鱼往甲板上一盖，咕噜一声又扎了下去。那一天他来来回回扎了20多次。我船舱里堆了极品野生鲍鱼12颗，海胆8只，野生海参5条，还有一只赤红色足有小背长的虾饺。我开船回村的时候，太阳刚到正午。我回到家直接开机直播，水獭盲盒，深海未知海鲜，开河看运气，大水亲自捞，随机3样，保底1颗野生鲍。我点了上架，3秒99份全空了，后台叮叮叮响成一片，我手机直接死机。我看着他半天没缓过神。家人们，赵老板让我没兵用，我空运；赵老板让我没车走，我走生鲜快运。我林海这辈子最大的底气，不是钱，不是路子，是他。就在我准备关播的时候，大水突然动了。他掏出一个沾着海泥的扇贝壳，啪地按在封条上。我愣了一下，下一秒我就明白了，这就是最好的防伪标记。可弹幕里飘过去一条质疑，我没来得及拦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但没急着回。家人们，我刚才差点忽略了一件事，今天开始，凡是我这边发出去的盲盒，每一个打包盒上都会有他水獭亲自盖章，他捞的，他认的，他盖的，假一赔10。那天晚上第2批盲盒上件，我把量加到200份，价格小幅上调，2秒售空。我连夜把货打包出去，每一个包装盒他都亲自盖一个泥印，歪了还给我摆正。这小家伙比咱家亲戚还上心。妈，他不是家伙，他是合伙人。第3天一早，第1笔大额到账，38万6。孩子，怎么了？妈，咱家30万的债还完了。我跑去镇上信用彻，把欠了2年压得我喘不过气的那笔贷款一次性结清。林先生，您真的全还？全还。走出信用彻那一刻，我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，天蓝得不像话。可这口气我没喘多久。下午我刚回到村里，他忽然就不对劲了。我顺着他鼻子的方向看过去，东边镇上海鲜市场的方向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你帮我看着家。我骑上电瓶车直奔镇上去。到了海鲜市场，我直接懵了。入口最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块崭新的红横幅，打的就是我家的旗号。我下了车凑过去一看，差点没把气缝炸了。摊主是个我不认识的中年人，桌上摆了几十个泡沫箱，那爪印5瓣深棕色，远远一看跟我家水獭那个简直一模一样。我打开一个箱子看了一眼，里面根本不是我家的货。镜头一开，直播间全在说这家是假货，但我没急着说话。这爪印是泥巴印的，里头还掺了泥灰，专门做旧。哼，关你屁事儿，买不买？我林海，这市面上唯一一个水獭盲盒是我开的，你这箱子谁让你卖的？那摊主脸一下白了，眼神乱飘，还往市场深处看了一眼。我顺着他眼神看过去，王麻子，我认得那个瘦子，赵老板手底下跑货的2把手，外号刀86。我心里那股火轰的一下就烧上来了。赵老板兵断不了我，预留断不了我，现在该打假牌，拿劣质货来砸我招牌。家人们，今天不打架，我林海明天上午10点带着我家水獭去王麻子的发货仓库口现场打假，来不来看你们自己。身后王麻子和刀6的脸黑得跟锅底似的。第2天上午10点，王麻子家仓库门口511围了100多号村民，直播间里32万人在线。王麻子家那个仓库平时锁得严严实实，今天大门敞着，门口摆了张桌子，王麻子坐着，刀86站着。我抱着水獭从人群里走出来。林海，你这是想干啥？我做我的小本生意碍着你了？王哥，你这小本生意盖的是我家水獭的爪印。什么我家你家？水獭爪印海边到处都是，我盖个泥印怎么了？那行。我操，这是死鱼啊，还卖390！王麻子，你良心呐！这是刚到的货，还没来得及挑。水獭已经跑到第2个箱子前，啪，箱盖又开了，里面的海货状态一眼就不对。
第3个钱箱子里是一堆偏小的养殖池鲍鱼，壳上还沾着养殖池的青苔。他一个箱子一个箱子拍过去，跟熟练挑货的小管家似的，干脆利索，毫不含糊。最后，他从最底下叼出来一个带着泥印的扇贝壳，只闻了一下就嫌弃的把头扭开了。家人们，看清楚，看清楚，这是用海泥混秽土，泥土比例不对，是人工压的。我家水獭的印是他自己用爪子在蘸海泥按上去的。5瓣花，每一瓣都有他爪垫的纹路。王麻子腿一软，咚地坐回椅子上。刀疤六眼神乱飘，转身就想从人群边缘退开。我没拦他，只把镜头对准证据。现场一下安静了。不是我，是赵老板让我摆的。泡沫箱、泥印壳、货源全是他那边给的，我就是帮忙摆货。王麻子这句话一出口，全场都炸了。我抱起水獭，揉了揉他脑袋，他咕噜咕噜的舔了一下我手心。海子厉害呀！以后我们家鲍鱼，你帮咱们卖呗。对对对，我家网箱也想跟着你干。海子，不好了，海水红了。我心一沉，拔腿就往码头边跑。平日里碧蓝的海湾，靠近网腔那一片，正泛起一层诡异的暗红色潮水。是毒赤潮，几十年没见的毒赤潮来了。我心里一沉，抱着他就冲到了码头边。海子，我爹那辈儿5届年闹过一次，整片湾子的鱼3天全没了。7、8艘小滩。海子，咋办啊？我那2万斤鱼苗全在底下呀！荣养一路往下掉，已经低过安全线，再这么下去，网仓里的鱼撑不了多久。林海，你说咋办？你说咋办？我那一池子的青蟹呀！增养来不及，换水也没处换，可全村1年的指望不能就这么烂在网箱里。大水，回来，这水危险！这是让你跟着他走？水獭是吃海里东西长大的，它鼻子比任何溶养仪都灵。它在闻一条没被毒污染的水路。全村听我的，现在立刻把所有能拖网箱全部松开浮球的固定，找个方向拖网箱出去。万一找不到地方，全得3叉，留这儿才是死路一条。信不信我？你们自己定。我先拖走了。船开出去10分钟，水獭还在前头游。它游得极有章法，不是直线冲，它挑水色轻一点的地方钻。我的方向盘也随着它走。1个小时后，船头底下的海清了，是那种带着点墨绿，看得见水母飘过的活的海水。6.8，正常。我操，海子，清水是清水啊！可水獭没停，它继续往前游。那2座岛，村里人叫鬼门岛和哑巴岛，水道窄，暗礁多，老一辈渔民都不敢往里钻。我硬着头皮把船慢慢开进去。进去之后，眼前一亮，这是一条没被赤瓦污染的地地道道的活水带。冷流意味着水温低，含氧量高，再加上2岛挡着，外头的洪水进不来，这就是天然的避难所。全村听令，二叔，你带前8艘船在水道东头下锚。大壮，你带后头10艘在西头下锚。是，收到。网箱用前后2根烂绳交叉固定，浮球直接流开，别挤。水獭也没闲着。水獭爷，俺以后给您立长生牌位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最后一个网仓也固定好了。后方海湾里头，赤潮还在扩散，红得发紫。而我们这片水道，水清鱼活，命保住了。孩子，要不是你，要不是大水，今天就全没了。我家3人攒的家底今天就全部投。二叔，你这折我受了。回去的路上，全村的船跟站在我身后，把海空帘照得一灿灿的。那一刻，从2岛中升起来，把林海这辈子没白活。孩子啊，你是咱村的福星啊！当晚，村里集资给水獭买了20只青蟹加餐。手机收到条短信。我没声张，而是偷偷把短信拿给村长看。钱满仓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钱满仓，市里海产集团的老总，号称浙东南海产半壁江山。赵老板每年从他那儿拿冷链订单。王麻子的冰块货车是赵老板伸到我们村的一根手指头，现在手指头废了，手也废了，人家终于亲自出手了。钱满仓不是省油的灯。明早召集全村，祠堂说。12点过去，海上越安静，我心里越不踏实。昨晚那条短信，我原封不动念一遍：林海断我财路，今晚12点之前，你最好把网箱
拖回原处，否则后果你承受不住。钱总，要乡亲们，昨儿在赤潮里头，是谁陪你们守了一夜？是谁带你们找到条活水道的？是大水，也是咱村人自己。咱村人自己的腿、自己的船、自己的胆。钱满仓有钱，可他没大水，我们有的他没有。那要是真砸过来呢？所以，我提议成立金牛湾海产合作社，海域、网箱、销路、品牌和入股全部抱团，一户也不少，全入，也不能私下出货。我家也入，算我一个。一户、2户、10户，不到27户还组织户，一户抹落，全签了入社协议。按手印那天，水獭蹲在祠堂供长台上，把那盘枣子一颗一颗叼下来，分给按完手印的小孩。水獭爷，海子，海面上3艘快艇没开灯，朝咱们网箱区去了。钱满仓开始动手了。我早就料到了，合作社一成立，钱满仓肯定要动手，而且要趁夜放全废，还查不到证据。所以藏了8部了撞狼局，都是8对壮龙演过运相机、见过大风浪的硬浮球底下。我自己抱着水獭蹲在最里东头那艘破船的舱里，连灯都没开。3艘快艇来了，黑漆漆的，无声无息，从水道东口溜了进来。借着月光，我看见那几个人全戴着面具，我认得那一手拎着这玩意儿，那是专捡烂绳的。更狠的是，鱼毒死，绳剪断，网箱一飘走，明天我们连尸体都找不到。动手！水獭咻的一下溜出船舱，扑通，水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然后第1艘快艇的发动机咯噔一下熄了，第2艘咯噔熄了，把3艘快艇的宣降缆绳挨个咬断。这玩意儿他在赤潮那天练得熟，比剪刀还利索。不管了，先放东西，剪绳。哎呦！别打！我们就是收钱办事的，是钱总让我们来的。钱满仓，我们包里有录音，有他给我们打钱的截图，别打脸啊，兄弟！大家别刷谱，先听声音。赵老板让我来的，后面还有钱满仓。这话是你们自己说的。那一刻，直播间彻底炸了，可我眼里只剩大水。第2天，赵老板那条线停了，伸到镇上的手缩了回去。下午，村里在祠堂摆了庆功宴，我端着酒挨家挨户敬过去。敬到最后一户的时候，手机叮的响了。强冷空库和低压潮叠加，72小时内最强冬季风暴，16风暴，12到4温。我手里的酒碗咣当一下掉在了地上。孩子，咋了？我把手机递给他，老村长看了一眼，腿一软，扶住了我的胳膊。这个风比50几年那场还要大。第2天，全村出动，把合作社新做的深水抗风网箱一口一口到4股，又把所有低洼处的房屋门窗全钉上厚木板。第3天上午，天就黑了，是大白天滴一滴砸在我海面上砸，海风像刀子溅到祠堂屋顶。我把全村老弱妇孺全转移到了村后山的避难所，会在码头守网箱的只有我们几个。孩子，外头部队，赵竹毛，竹毛绳磨开了，外层快断别口了。靠太近，灯稳住。这是最大那口网箱啊！竹毛一断，整口箱就散，全村家丁都在里头。还能撑多久？撑不了多久，现在不救就来不及了。得有人把钢缆送过去，这浪太狠了，人下去回不来。没人下，全村就完了。不行，你不能下。大水，回来！大水，照不见他，他已经下去了。灯在往外照，浪太高，看不见。孩子，别冲动。看见了，是大水，大水，往毛环那边。接住烂头，别松，全都往后拉，稳住了，往墙保住。大水，上来，上来！我看见他了，他咬着那根钢缆的尾巴，左脚和缆根之间有活的缓冲，每一道浪砸下去，他的小身子就在礁石中陷。大水！我嘶吼着扯断了拉我的绳子，世界一下子安静了。老村长在岸上一道死命的拽着。大水！我看见他了，他已经砸下来就往脖子上挡胶处。拉绳，拉绳！把我俩从浪里硬生生拽了上来。大水，大水，你睁眼啊！他刚还咬着绳子，他刚还活着。孩子，我不听，雨水砸在脸上，分不清是雨是泪。赵大壮发动那辆破皮卡，二叔把雨衣脱下来裹住大水，几个汉子挤在驾驶室里，一路狂按喇叭，朝镇上的卫生所冲。车在散架一样，没反应。我们觉到凉得跟石头一样，那只爪子在我怀里抖了一路。老周，开门！快看看他。孩子，节哀吧，失温太久了，他已经走了。我不信，再听，你再听。你听啊，你听啊，你听啊！孩子，让他走吧，他
已经够仁义了。他没走，他就是冷，他就是冷。快弄热水袋！好。大水，你听见没？你听见我说话没？手机，给我，开直播。大水，听见我不？别急，继续保温。老周了，别碰他头，让我听。咻，真醒了。大水，回来就好。别怕，我在。你吓死我！活过来了，先别闹，让他歇。活下来了，我行医30年，没见过这种事儿。这叫报恩。他知道你还需要他，至少养3个月，不能下水，不能跑跳。可还没高兴几天，钱董的报复到了。要不我们认了，给钱董低个头。低个头，你网箱就能保住。第1次就有第2次，他要的是把咱们整个村吞了。有条路，死路里的活路。小杂鱼搅碎，掺贝壳粉补钙，加海带末通肠，再撒一把发酵麦麸。海子啊，这些料咱们码头堆得跟山一样，不要钱。成了，咱自己配。成了。1个月后，第一批古法养殖大黄鱼上架，价格高3倍，照样被抢不好。钱董听说这事，茶杯都摔了。大水的伤也一天天好起来。大水，可就在春暖花开的那天早上，窝里空了，我心里咣当一下，这是他自己咬断走的。爪印一直往东，到了海水里，没了，走了。我一直把他当自家兄弟，他走了，连个招呼都不打。孩子，动物有动物的命数，咱们尽心了就行。可这事没那么简单，有人把以前的直播断章取义，底下评论几万条，全是骂我的。订单后台开始大面积退单，钱董的黑官播来了，资料断供没成，他们就用舆论逼我崩盘。最毒的是，大水这时候真的不见了，我没法自证。大水是自己走的，我从来没强迫过他。合作社的销量断崖一样往下掉。孩子是不是把大水欺负跑了？没有大水，咱盘子撑得住吗？说，你想说啥就说，你出去找找。要不哪怕找到一点踪迹，也给大伙儿一个交代。我心里一沉，连村里人都开始动摇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堂屋。不行，他要是嫌我不好，早就走了，也会在我家附近。他对这片海比我熟，他一定是出去办事了。第2天天一亮，我就出海了。我开了整整1天，绕过3个无人小岛，进了那片渔民平时不去的礁石区。不对，风里那股味儿不是鱼腥，是异经潮腥臭味。礁石上有异常痕迹，还没有干透。我心一下提到嗓子眼。大水，是大水，大水，大水，那眼神是在求我帮他。还有一只，这是最缺德的绝骨龙，进去容易，出来难。他一个人咬了不知道多久。让开大水，让我来，忍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出来了，大水，回家。撑住，再撑一下。别！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！不知道压了多久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靠岸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孩子，找着没？快快快，去李兽医家！这是大水带我去救的，他叫小花。今天我顺着大水离开的方向去了那片礁石区，那儿全是海上垃圾，还有废弃的掘木龙。大水一个人在那儿咬了不知道多久。我林海从没逼他干活，他爪子磨成这样，不是为了我，
是为了救自己的同类。那场直播挂了一整夜，第二天转起来，很多人终于看明白了。没过几天，有人去清那片海上的垃圾，他自己站起来了。第15天，他敢从我手里接虾了。行，知道了。从那以后，大家都管他们叫双塔合伙人。孩子，村里几个老的合计了，先按户分红，剩下的盖小别墅，全村翻新。可我盯着的是村口那条旧码头，这个念头我已经磨了好几个月。开会那天，全村人挤满了祠堂。孩子，你说两句。这800万，1分钱别分，全砸进去，修码头。孩子，你说啥？这800万1分不分，全用来修避风港码头。砸海里，那可是800万，咱辛苦图了吧？不就图过好日子？这钱凭啥不分？赵满仓这阵子热情的反呛，这人不对劲。林海，你这是让全村吃亏，钱已经赚到手了，就该落袋为安，修啥避风港？祖祖辈辈不也这么过来了？底下几个老人已经开始点头了。老村长，您给念念。民国26年，台风渔船倾覆，亡7人；1969年，台风亡11人，毁船32艘；1983年，台风亡9人；2012年，毁船41艘；2019年，全村损失420万。老村长的父亲就是69年那场台风里再没回来的。爷，海里！他俩拖上来的是块压桩石，那一刻我差点红了眼。他听懂了，我修的不是面子，是能挡命的港。我表态，这800万砸修码头。那一刻，大家不是为了赚钱激动，是终于有人敢把命往前多护一步。我瞥见了，没吭声。他嘴上心疼钱，背后未必只是心疼钱。方案定了，钱先启动，不够的村里再凑。我直播补口子。谁出工谁出料，都一笔一致记清。修避风港不能成糊涂账，水下地基不测，庄子就没法打。台风季只剩2个月，有人在卡我，可村里等不起。大水，咱不求人，你和小花就是咱村最牛的勘测队。我连夜跑了趟县城，借来2台防水相机，又把孙工请来了。成，这活能干。从这一晚起，咱们自己的勘测队成了。第2天一开播，主题就一个水塔下海勘测。他俩一前一后，真在替全村探路。大水，往左停，让他刨那块石头。岩面出来了，这地方能下桩。花岗岩露头，硬度够，让他绕一圈，我看断层。软泥、硬岩，他俩一碰就能分出来。这比人下去快，这比人下去稳。1天2趟下来，地形图成了。地基点位我定下3个，比普通勘测还细。第2天，黄老板带着工程队来了。老黄跟那边有旧账，价格给我让了一截。第1根桩顺利，第2根桩也顺利。底下有硬东西，不像石头。大水，下去看看。他吊上来的不是石头，这是老船板，是我爹的传顺号。69应的那场台风，他父亲掉头引路，把20多条船带进背风礁窝，后面的船都活了，安顺号却再没回来。这个安字是我爹自己刻的。停工，图纸改一下，核心桩位往外移，这片留出来。往外移，受力要重算，工多就多，价也会多，不能在他们头上打桩。以后这里叫安顺礁，码头绕开它，留空地立碑。那天下午他俩不见了，太阳快落山时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了。他们把安顺礁旁边铺成了一片白，老村长先鞠了躬，我们也都跟着鞠了下去。钱能挣让人抬头，安顺礁让人记住从哪儿来。可我知道这条路还不会太顺。料呢？断了。几个料场都不肯发，桥队不能这么晾着，风浪一上来会从这儿撕开，最坏会怎样？碎石会被卷进海湾，网仓鱼苗、鲍鱼苗都得遭殃。再拖下去，工程也保不住。是有人不想让咱修成。料，我再想办法。孩子，不是兄弟不帮你，那边放话了，谁给你供料，谁以后就难做。后天还没料，急得一断交，整座码头都危险。我脑子里全是那11个名字，全是白贝壳，还有村民冒雨扛沙袋的背影。我正准备去补手续，远处忽然来了几艘小船。这是后湾的船。听说你断料了，孩子。陈叔，你们咋知道的？镇上传开了，有人不想让你把码头修成。去年赤潮救过他们一片网桑，我们后湾得垮一半，这点沙石算啥？一个村接一个村的船全开来了，还有人说明天给我们拉水泥。我刷到直播了，连夜调了料，先给你们送来。那纸条字歪歪扭扭，可比一车水泥还砸人心。第2天，钱开始一点点凑上来。不多，先填上，码头得修。都记着。有的人自己也不宽裕，可还是把手伸了出来。
这份情我记一辈子。先把码头修起来，一定修成。孩子，不好，2台搅拌机被毁了，监控也看不成了。光天化日卡不住我，就换到夜里。可越到这时候，我越不能乱。明的监控他们会破坏，暗的他们看不见。码头下铺水下监控网，对方要是下水呢？孙公，您忘了，咱还有水下警卫。明的监控他们会防，咱把眼睛埋到水下，6个点正好圈住这儿。你不行，你就在岸上待着，别让他也冒险了。你去。行，那你盯紧点。岸上留空样子，水下咱等他来。来了，他乱了！袋子给我。事成之后，钱少不了，把那破码头给我毁掉。证据终于到手了，这回他跑不掉了。录音笔交上去后，线索很快对上了，时间、联系人、工程点位全能串起来。之前那些卡料破坏带节奏的事也被重新翻出来核查。2天后，他准备离开时，被请到一旁配合核查。主桥团一旦开始就不能停，断电、断水、断料，前头全白干。柴油交给二柱看着，村里谁家有难，他都搭把手。我信他。人呢？二柱呢？坏就坏在这个信上。发烟机撑不了多久，胶团一断胶全裂。小石头呢？在他奶奶家，二柱没回去。我心里一沉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外头有人找我，我对不住你，给了我一大笔钱，让我带孩子离开，说再守穷渔村，孩子一辈子就毁了。我心动了，我真想带孩子走，离开这个穷渔村。可我走到山口，看见老人还在搬沙袋，又想起大水救过我家孩子，我没骂他。我不能走，可他能回头，就说明那根绳子还没断。现在就一件事儿，回去把柴油弄上来。我们先硬借2桶油，又把二柱家的老拖拉机抵了，全部换成柴油。集团浇筑没断，孩子过这一关了。可我高兴不起来。超强台风拆神，48小时内登陆路，中心风力16级，强度还差1天，台风却先到，赌不起，那就护着他，人能护多少护多少。老人孩子先撤到山上，渔船进港，3道烂，网仓进内湾，绑死新庄。码头听天命，人先活。听孩子的，钱没了能挣，人没了啥都没了。撤离从下午开始，都绑紧点儿。嘴上骂得凶，手上比谁都细。小花上岸。傍晚，最后一个村民进了山上，风起了。孩子，我爹那条船就埋在堤下，你说他能护得住不？10点，外围风圈到了，到凌晨1点，风一下接一下往上跳，海已经不是海了，是一面立起来的墙。我死死盯着码头，堤还在，船也还在。孩子，这风早过16级了。孩子，看外角，是大水，浪把它卷进去，可浪退了，它还在。大水上来！孩子，你疯了！4点，台风眼过境，我跑到半山腰，看见怪脚空了。大水，它还活着，嘴里叼着的还是当年它咬过的那节绳。小东西，你比人还皱。可回南风比想象里更狠。孩子，他扛住了，这地扛住了。第3天上午10点，风终于停了。有人为房子哭，也有人为人还在，哭得更凶。432艘船，1艘没沉，36万网箱，1组没散。那座堤像定海神针一样立在那儿。爹，咱守住了。小林，我们一路过来，沿海20多个村，多数码头都垮了，就你们这座没塌。桩怎么打的？导流口怎么设？网仓为什么能保住？核心在桩位和导流。他说完，陈市长看着的那片白贝壳，很久没说话。这套方案后面沿海改造要参考。为什么你们这座扛住了？不是我扛住的，有人一砖一瓦砸出来的。沙石是周边渔船送来的，土是孙公和2只被拖走，又把油扛回来。大水为了一节绳，差点没回来。后面的事会按流程走，你们先把村里稳住，只要海湾稳住就行。运输、制冰这些渠道后面会重新公开整理。那就好。合作社能自己站起来，疼就动一下，别逞能。以后没人能随便卡住咱们了，那个人再也伸不到这片海了。可名气这东西，从来都是双刃剑。请立刻停止伤害水獭，让他们自己选择去留。你俩是真会给我整活。你扣着他们，还拿他们赚钱，我要让外部镜头都看看。行，我问你3个问题。第一，他的伤是台风夜护绳磨的，照护记录在这儿。第二，合作社拿出一部分修海护海，
记录都公开。他们就该回大海。你先问问他们。大水，过来，去，自由。行，答案够清楚了。去，把网枪放开！站住！别碰网枪，全程都录着，谁动了，大家都看得见。这场闹剧散了，村民还在笑那条带鱼，可我笑不出来。林小文是来添乱的，可有句话他没全错：野生动物本该属于大海，错的是他以为自是往海里一放，却没看见这片海还脏成什么样。光靠我和大水清不完。去年王教授来村里调研，给过我一张名片，那时候我只想着卖鱼，没心思想修海。林海，你怎么来了？王教授，合作社以后固定拿出一部分收益，专门做海湾生态清理、增殖放粮。您出技术，我出钱、出人、出海域。林海，你知道这笔投入意味着什么吗？我不懂那些，我只知道海要是脏了，以后他们越后修海的事儿真落地了。他俩开始带人找珊瑚、找沙底、找沉网。这3个月，村里每天都有人跟着下海捞网、种海草、清沉龙。这片珊瑚能活吗？这块沙底鱼，他们问的东西变了。它在动。孩子们也开始看见海里要靠海吃饭的人更小的生命。少拿一点，不是吃亏，是给孩子留口饭。孩子，快去看！咋了？3个月过去，这片海真不一样了。白海豚回来了，不止1、2头，有幼体，这是想留下来。他们上一次回来已经是很多年前，这回他们不是路过，他们是想把这儿当家了。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钱能再挣，可白海豚走了就不回来了，规矩定死了，村子反倒更火了。这地方不是热闹，难得还这么静。是只要这道地、这片海，还有咱们终于舍得给他留的清静。村子火了，民宿长期订满，大水和小花还真当起了水下导游。可仗义好看，麻烦也来了。海鲜、鲍鱼、盲盒全靠冷链，一延迟整车都可能废掉。叔，王教授，这一下砸进去，明年全村就没分红了。可不买，咱永远被人卡脖子。买船，明年分红先不分，不买，往后运费还得一直往外流。这事儿会场一下静了。可钱还差一截。孩子，我来入股，当年送过石料，今天就求一个名分，等船下水，让我拍张照就行。白沙村之后，一个村接一个村来了，够了，钱凑齐了。过去咱们抢过虾池，撕过渔网，打过架，可今天咱们是一家人了。1个月后，10几个村真拧成了一股绳，这艘船几乎压上了大家的家底。可从今天起，它也是咱们自己的船了。开船！总算等到这天了。鱼归了，船开出去那一刻，我眼前忽然闪回了3年前。那时候我什么都快没了。谢谢你。他知道我们要去更远的地方了。鱼归号首航去了南兰外海，刚出港那2天，全船人都兴奋。设备不稳，连续空网，再没鱼。首航要是空舱回去，燃油、人工、保险全得亏。更要命的是，林总，东一段远海可能有鱼，但那边有雷暴，风里有雨味，也有一点鸡蛋的鱼腥味。他俩也闻到了。转向，东南15度，那边危险，听他们的。右舵15度，有了，大鱼群，是金枪鱼群。林总，首航有了，成了。前方有船，没见正常标识，机器也停着。探照灯打过去。这网不对，不是正常作业。咱是冷藏船，先绕开，再通知海上公共频道。不撞，不登船，咱们横住航道，开灯，广播，记录。明白。稳住船身，保持距离。先把网带出来，往这边来，别靠近人，先救网里的活物。那堵黑墙终于被我们从夜里拖了出来。这不是普通渔网，这是会把海里很多活物一起捆住的危险黑网。海龟、大鱼游过去就很难出来。那一夜我们一直干到天亮，能救回来的我们全放回海里，救不回来，镜头前的人都不说话了。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，是一张真能把整片海拖垮的网。天亮时，那张黑网终于被拖了上来。我们没喊口号，只把那一夜原本镇拍给所有人看。这看以后不轻松了。他挂着这鱼龟湾的旗，就得守鱼龟湾的规矩。这是船回村里后，鱼龟湾一下被推到风口上，热闹来了，诱惑也跟着来了。条件很好谈，不拆旧村，不拿海湾换楼盘，我全拒了。海岸边不建商业楼盘，旧渔村按原样修，养殖区修海的钱只能往上加。一开始很多人犹豫，那些条件确实太诱人。我同意，我也同意。这一次
我们守住的不只是钱，是这片海的以后。从下午起，大水和小花就进了深海，小花肚子越来越圆，我多少猜到点儿。第二天上午，见证仪式定在新码头，这片海修回来了，救回来的生命也越来越多，村堵直了腰。可我的心思全在海上，大水和小花已经一夜没回来了。来了，大水回来了，他们带崽回来了。行啊你！那一刻，我知道这片海真的把他们留下来了。镜头低点，别闪着小崽儿。放心，这就是最好的一刻。生态好不好，生灵自己会投票。双喜临门啊！你们这个示范村名副其实啊！这块牌子是人给的，可真正点头的是这片海。主办方给我备了很厚的稿子，词都对，可不像我。今天我不讲模式，也不讲指标，我只讲3年前那个台风夜，一个快被风浪压垮的人叼来了一只被废网救命船住的水獭。所以我一直觉得不是我救了他。二主家又添小子了。王婶家民宿早订满了，新来的年轻干部下海捞垃圾，还被小花嫌弃拍了一爪子。他先不回家，放我码头边吧。这几年安顺旁的白贝壳换了一茬又一场大风，那些名字也一直被人记着。3年后，这座码头终于有了自己的热闹。这里就是当年我抱着大水撑不下去的地方。这审美谁给你带的？都长这么大了。还有一个，你们一家子真齐了，还真是你最皮。最小这只，村里孩子给它起名叫小满，说想让这片海越来越满档。行了，老伙计，留着自己吃吧。他送礼的老规矩没变，这片海也越来越像个家了。3年前，我以为这片海会吞了我，后来才明白，他是在等我学会敬他。这一功，给所有帮过我们的人，也给你，大水。